各位，我常说国民党百年大将纲，处处都是赵少康啊，这不是又作妖了吗？4月27号，台湾的所谓立院关于美军这个军售案呢，协商再次陷入了僵局。国民党的立委徐巧芯啊，这是朱立伦的人吧，抛出了8000亿，抛弃国民党党中央提出的3800亿加 N 的方案，将了郑丽文一军呐。幸好有一个国民党党团的高层站出来阻止了他，这个人就是傅昆萁。在他的坚持下，蓝白拒绝就8000亿的方案进行表决。傅昆萁认为8000亿元仅为个别立委的意见，国民党团仍需进一步的讨论以确认内部的立场。国民党方面也表示需要再与党团成员沟通。最后呢，韩国瑜宣布协商延至5月6号下午3点再度召开。而美国驻台代表古立言再次表态，希望该军售案尽快的通过。目前来看啊，徐巧芯在关键的时刻突然配合民进党党团抛出了8000亿元的方案，这极有可能是跟民进党方面商量好的事情。这个事情直接打了国民党党团和民主党党团方面一个措手不及。本来南白阵营都已经内部协商好了，在3800亿加 N 的版本的基础上跟民进党商议谈判，进而给到美国军火商和民进党压力，让他们给出更好更清晰的交付条件。没想到半路上被徐巧芯这个人自己人给搅乱了。而徐巧芯搞出这种事情，其背后肯定是有大佬支持的。此前朱立伦的子弟兵是第一个提出这个8000亿方案的，而赵少康也倾向于支持这个8000亿的方案，为此他还公开向郑丽文喊话施压呀。国民党山头林立，各自为政啊。不过呢，郑丽文也没客气啊，他在接受黄光芹的采访的时候，直接就把赵少康给否了，说这个军购案你别瞎嘚嘚，别瞎插手。我跟你讲，宋楚瑜啊，有一句名言历来英雄造时势，哪有主角等灯光啦哈。但是我们还想过这句话，他讲说是到底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立文的意思是说，现在想这个过早，如果哪一天水到渠成，真的民意推着他走，那就另外一个光景了嘛，另外一个到时候再说嘛。好，你看对不对？对了100%。好，那我问军购，因为你要访美之前也有人拿这个作为一个天平嘛，就是徐巧芯再上了8100亿啦，可是傅昆萁反对弄掉了。那赵少康，赵大哥，我必须承认他真的是高招，他提了一个就是可以融合所有的，包括绿营的所有的各式各的版本，包括你们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不一啦他提了一个就是说我们先提3500，之后多的话二阶段那个我们先动，然后以后发价书来了再解套，您觉得呢？而军购的立法院不需要军购的这个所谓的水位会不会影响未来你访美呢？不会。好，你来讲军购，你还是很坚持3500加 N 吗？因为会比那个重要太多了啊。对，好，那你觉得会是美国接纳你到？是，就是说这个重要性太重要了啦。好，说那军购的部分我就不再讲我们原本的主张了，因为已经讲过太多次了。好，那现在呢，就是说因为原本是有110亿美金嘛，所以就是现在的所谓3000多亿、3-4000亿的这个数额，是我们已经具体的看到项目跟金钱，美国有发价书的，所以这个我们就会赶快处理。这1.25兆里头，大部分都是空白支票，不明不白，也不知道钱要给谁，也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所以我们不可能空白背书、空白授权。尤其民进党毫无信用又贪赃舞弊，我们绝对不可能空白授权。所以期待我们空白授权通过1.25兆就死了这条心吧，这绝无可能。所以民进党也要务实，如果民进党坚持一定要1.25兆，那么朝野协商也是一定破局。第二个，为什么我们说要加 N？ 因为大家一直说还有第二笔对美军购，就是所谓的140亿，是加了这个，所以有这个所谓的8000亿版本嘛，8-9千亿版本，有人说8000，有人说9000呐。好。从有人说8000，从有人说9000，你就知道这个数字是不确定的。因为什么？因为没有来自官方的数字。那我们变成是我们自己用，我们自己猜，
还是看到一些报道，看到一些说法？那你到底要选择哪一个数字呢？你好厉害哟！你还会用这个？那140亿，很多人说马上会通过了，美国国会马上会通过了，发家书就来了，那很好啊，那就更不用焦虑啦。那怎么来得及？如果他马上又来，因为不会来不及，我们已经答应了加恩。答应加恩的意思就是说，第二批来的话，我们立刻立法院接受。就是开始审查啦，开始立法院开始让他进到立法院里头，开始立法院的程序，绝对不会拖延。所以这不是，我告诉你，这才是最务实、最快处理军购的路线，而且是可以对人民负责的，里面绝对不会有冤枉钱，绝对不会变成凯子。所以我认为国民党这一套是万无一失。那现在大家说140亿，不要等到发家书来，先编成8000亿，它是这样，我们有一个条例。未来预算还会再审，所以没有那个冻结的问题啦，不需要啦。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条例通过多少，未来来的时候，他可以先编3000，我假设他还可以先编3500亿，后面第二批又来了以后再加编，譬如说4000多少亿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他本来就是可以分阶段编啦，他不需要冻结，没有那个冻结的问题啦。那立法院不是这样啦，所以。今天到底要不要在美国还没有给我们发家书之前，就先说后面那个140亿也会接受？为什么有变数？为什么这几个月他们都说140亿要来都没来？因为要访问大陆，所以是美国那一边停顿了，跟我们也没有关系。那我们就要决定说，那美国那边140亿到底会不会来？如果不会来，我们框多出来的这4-5千亿会不会被民进党拿去乱花？所以 again， 你要现在就要编到8000亿，就是条例啦，就要通过8000亿也可以，但是一样，我们的条件就是你不是一样吗？你现在通过3800亿还是通过8000亿是一样的？为什么说一样？一样要美国正式通过给我们发家书。我们预算才能编嘛，不然我预算随便编给民进党，对不对？那有可能呢。所以其实是一样的，我也不知道大家在纠结什么，就动在那，免得来不及。我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要去纠结这个数字。那都已经保证了，所以对美军购的部分，我们不会延迟啊，该审查还是要审查啦，他也不能随便卖我们不要的东西啦。但是原则上。法律上就已经讲了3800亿加 N 了啊！那如果你民进党要纠结，他不是纠结这8000亿，他是纠结要1.25兆，我怎么可能给你呢？空白支票绝无可能嘛！那现在蓝白的态度是一致的，所以你这样你有听懂齁？那个差别就在于说，本党也有很多人说，哎呀，先编8000亿，先就是条例通过8000亿，那。一样嘛，后面那美国没有要卖我们，你编了以前摆在那，是不是？其实你不反对8000亿，如果真的不反对，只是为什么我们分阶段的原因在这里？因为我们在野党就没有看到项目，没有看到数字嘛。那你没有看到我怎么编呢？民进党就不负责，不给你看，不那个啊。这是我们的困难，我也都跟美国人讲过很多次啦。他们也都很能够理解啦。当然 AIT 的压力比较大，我也可以理解。但问题是我刚才讲过了，1.25兆不可能嘛，不要再谈。AIT 压力大 ，AIT 绝对是美方的立场。对，未来我所谓是说现在通过1.25兆不可能，但未来好，他们说商购也好，或投资台湾做无人机，这是可以讨论的。我也没有说绝对不可能讨论。但是你要有具体的内容跟项目，你现在是连讨论都没办法讨论啊！你就是个非常模糊、非常模棱两可的，这是几千亿的钱啊，开什么玩笑？我们要对老百姓负责的呀。对于郑丽文说访问大陆比访问美国可重要多了，国务院的国台办呢也是给出了很好的这种善意啊。29号举行了一个发布会，陈斌华台湾的联合报记者提问说，据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6月份将访问美国，
他近日受访称，台湾不应该陷入大陆美国2选1的错误逻辑，真正重要的是争取更多的支持。他会向美方提出一个路线图，并说服美方理解。关于中美的元首会晤，郑义文称呢，如果美国从不支持台独走到反对台独，就已经是很重大的一步了。川普的幕僚会阻止其进一步的走到支持和平统一啊。说，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明华说，两岸的同胞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情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儿，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事情，守护好建设好自己的家园。同时呢，要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国公报，妥善处理涉台的问题。那么到了5月份，川普扫不搭了眼的到了北京，要见到了习老大的时候，是不是台湾问题该谈谈了？趁这个时候卖个好价吧，只有中国才能够救美国的经济啊，不然的话那就爱死死去吧。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